猫皮姑娘。马里威尔完全复原后对母亲说，他决意要和猫皮姑娘结婚，不管父亲怎么说。他的父母同他讲道理，跟他争论，全都没有用。最后夫人只得派人把猫皮姑娘找来。猫皮姑娘换上金箔做的衣服，来到女主人面前，谦恭地屈膝行礼，落落大方又毫无愧色地看着她。夫人被毛皮姑娘迷住了，她既谦恭又高傲，既腼腆又自信。她的风度使夫人感到，这位姑娘还是配得上她的儿子的。何况人人都认为这位姑娘相貌出众，举止娴雅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她在厨房里劳动，显然不是名门闺秀。好了，简而言之，老勋爵和夫人同意了这桩婚事。马里威尔同猫皮姑娘结了婚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，大家都认为全国再也找不出比他们更可爱、更相配的一对了。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。猫皮姑娘生了一个小儿子，孩子长到4岁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乞丐到厨房门口来为自己的孩子要点吃的。她的儿子和猫皮姑娘的儿子年龄相仿，猫皮姑娘的儿子碰巧也在厨房里玩，一见到女乞丐的儿子就跑过去跟她打招呼，亲热地吻她，朝她笑，显得很高兴。这时那个狠心的厨子还在厨房里管事。厨子过去很凶，猫皮姑娘本来可以报复一下把他打发走，不过她是一个好心肠的姑娘，原谅了厨子。这时厨子看到2个小男孩，就轻蔑地笑着说，哈哈，瞧瞧这2个叫花子生的小家伙，彼此多亲热呀。猫皮姑娘听到这话，感情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。她知道自己不是乞丐，而是一个高傲的绅士的女儿，她的身份跟老勋爵的许多朋友一样。然而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否心里为她感到羞耻。她从来没说过什么，但是猫皮姑娘觉得一个丈夫终究有权知道自己妻子的双亲是谁。于是她对马里威尔说，她想和他带着儿子一起去旅行。第2天早晨，他们坐上一辆深红色的马车，由4匹灰马拉着出发了。在路上走了几个小时，到达了猫皮姑娘的老家附近的一个村子。5年前她出走后还没有回来过。马车停在村子里的一个旅店门前，她和孩子在那儿等着。马里威尔去看看岳父是否在家。马里威尔发现那个高傲的绅士一个人凄凉地坐在大厅里的火炉旁边。先生，5年前有一位美丽的姑娘不愿意同她父亲替她选择的丈夫结婚，所以离开了家。您是她的父亲吗？